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今天徐亮跟大家解读由英国著名的摇滚歌手斯汀谱写的和吟唱的一首著名的歌曲摇滚歌曲 Shape of My Heart 我心之形或者我的心的形状。那这首歌呢，徐亮在大学时代听电台就听到，然后第一次听到就觉得说极其的曼妙，它的那个前奏让我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那后来再看到吕克贝松导演的这个杀手不太冷片尾，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更加的有趣味然后也印象极为深刻。那又几十年过去了，跟大家今天聊一聊这个歌到底在讲什么呢？它这个歌词首先我觉得说非常的有诗意，然后它用了一个 metaphor 一个隐喻，用一个等于说是一个 gambler 这样的一个赌徒来去描绘人的生存的一种状态，人的渴望，人的求索，人到底需要什么。但当然这个歌本身的音乐极其的好听它的这个前奏的这个 riff 就是整个的和弦的这个渐进深刻的影响了很多后来的流行音乐的铺陈。然后它本身这个 riff 也就是重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性的音乐篇章或者甚至说主旋律吧，被很多的说唱乐当成是背景的这样的一个 loop。那它这个前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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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简直是好听极了我还真的是抽空原来听过一个这样分析它这个和弦递进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然后很多这种弹吉他的人也会觉得哇，这斯汀确实是非常非常天才。那今天当然我的侧重主要是说他在这个文本上这些歌词每一句话，然后作为整体都在说什么呢？好，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即兴漫谈，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您见谅。好，进入歌词的解读那他上来在前奏之后马上唱起来，他说用了一个第三人称，他说 He deals the cards as a meditation。 首先说他这个人是一个什么 dealer 是一个发牌的人。那当然他不是这种在赌场里头专业发牌的人，从后面可以看到他是有输赢的，因为第二句就讲到说那些和他一起玩的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然后他从来也不会因为自己能够赢多少钱而玩，他也不为了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别人的尊重而玩这个牌，或者是进入这样的一个牌局。那第一句话第三人称他说的是什么呢？他发牌或者是玩这样的一个游戏是为了他自己的一种冥想他是在思考当中，他是作为一种思考的方式。所以 again 我觉得斯汀的歌词上来就直接建立了一个他把这样的一个牌局当成是一种人生的体验，而他作为这个 dealer 也好 player 也好，他是和别人在一起观察这样的一个世界首先有几个关键字吧，我觉得说为什么第二句会说其他的那些和他一起玩的人从来没有怀疑？没有怀疑什么呢？是没有怀疑他作为这个一个玩牌者和其他人一样的动机吗？因为后面第三句话第四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人大家都是为了赢嘛，为了赢钱，为了赢得别人的尊重，说白了就是一个名一个利那别人也不怀疑他玩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为了名和利，对不对？我觉得这样解释是对的吧。建立之后第二段下来，他就说他发牌或者他玩这个纸牌呢，为的是寻找答案。
那寻找什么答案？对不对？就是输赢的答案嘛，一翻一瞪眼嘛，那算什么答案？对不对？它是一个为了寻求自己终极我的存在的价值，我的意义，或者我是人生的目标，到底会不会是有一个答案呢？那我怎么去获得这个答案呢？很显然，别人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轨迹可以去寻找。那他玩这个牌，他后来第二句话在这个段落里头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那这个就得解释一下了哈，这是一个神圣的机会的几何，或者它就是一种数学的一种 pattern 哈，它是一种模式。chance 当然就是说或然率或者是机会，对吧？在牌局里头，当然机会是极其重要。你是不是好牌？你是哪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呢？还是你可以运用一些其他人的弱点啊，寻找到机会还是能够赢？但是你被发好牌和被发坏牌和一个平庸的牌的这种几率，有可能是一个数学问题，对吧？它有可能是一个正态分布，它有可能是一种，它这个歌者描述的是一种带有神圣性的这样的一个数学的东西。数学本身，很多人是认为就是神圣的呀。像这个 sacred geometry， 我们就可以想象，信手拈来几个例子。黄金分割哈，为什么0.618那个地方那样去一个横一个纵那样的比例，就是让我们觉得最好呢？为什么其实比如说叫毕德哥拉斯螺旋，就是贝壳的这样的一个螺旋，它这是一个完全符合一个数学费波那契螺旋的这种描述的。大自然的，包括这种树叶，包括树的这些生长，包括这种星球的这种轨道，都是可以用数字非常精确的去描述的。然后我们就有时候就觉得说，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就那么凑巧和我们人觉得说最抽象的，我们最聪明的人发现的这些数字的规律，居然那么匹配呢？这后面会不会是一种神圣的设计呢？那第三句他又说 ，the hidden 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OK， 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最后的出来的结局，或者是输出，对吧？一个牌局也是一样，它有赢有输，有输的多的时候，有赢的多的时候，然后这后面有一种隐藏的规律或者隐藏的律哈，它这个用的是一个 law 就是法律或者法则或者是规律嘛。这个规律对人来说是隐藏的，但它存在不存在呢？他作为这个玩牌的人，他明显的能够觉得这是有规律，所以他试图去 find the answer， 他希望从这样的一个表面现象里头，每一排的局里头寻找一些规律。那这个规律是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和像娱乐电影21点那样的说啊，有几个数学家哈，一个数学学概率的导师是不是？然后找了一些还不错的学生，然后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21点，然后最后通过一些他们自己的约定的方式，然后去了拉斯维加斯，不停的其实经常能够赢，最后以至于 casino 都发现他们这个团队非常的奇怪，就永远不让他们再去了。不是的哈，那个不是真正的 answer， 那个只是一个继续做这样的一个实验的一种努力，而且这种实验是人和人之间的和另外一种游戏，也就是说赌徒和赌场之间怎么去博弈的东西。很显然这不是这首歌想说的东西哈。接下来从这个副歌就第一次出现了哈 I know that the space， 我要跟大家首先直译一下这些，我是直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知道呢，这些所有的黑桃的这个符号，或者黑桃这个符号呢，就是一个战士的剑，一个战士的
很多的键哈，它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复数。其实大家不需要去纠结歌词当中的语法哈，如果纠结语法的话，你会发现在第一段落里头，为什么第3句他说he doesn't play， 就是用第三人称的否定的一般现在时，对吧？为什么到了第4句就成了 he don't play 呢 ？Why？ 没有 why， 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 sound， 这个本身因为音乐是有一个需要声音的和谐，那歌者就觉得说，首先他讨厌绝对的重复，简单的重复，其次他有时候觉得可能那样的发音和他的音乐性更加匹配。这个地方就是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一个战士的很多把剑或者几把剑，那就是黑桃那个形状。大家要知道哈，想象一下黑桃那个确实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他说我知道这个草花哈，我们叫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这个东西也是用来战争的武器啊，这是一个战争的武器，它代表了就是这个武器的意思。然后他说我知道呢，这个方片哈，或者我们叫说的叫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中国各地有不同的说法。Diamonds 哈，就是这个钻石形状的这个，它的意思是什么呢？Mean money for this art， 它前面2个无论黑桃也好草花也好，都是跟暴力跟战争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 diamonds 象征的钱，这个钱是用来干什么呢？是 for 那个战争和暴力的这样的一种 art 啊。你为什么你会说为什么要用 art 呢？ art 不是艺术吗？大家还记得啊，就说我们老祖宗的孙子兵法 The art of the war， 这就是说战争的艺术，在西方翻译过来的时候，这就是战争的艺术。孙子兵法就是战争的艺术。这个 art 本身就是一种术哈，就是这种它里头的这些奥秘和规律，一些被抽象出来的一些原则，你可以甚至这么说，而且它是一个无止境的，它是具有一些神秘性的东西。他说草花啊、方片、黑桃都说完了之后，那我们很自然的知道后面最后留下的是一个什么红桃嘛。红桃呢，英文在这个扑克里头就是 heart。那很显然，这个形状也是这样。我们到现在这个无论是这样比心呢，还是说这样比心呢，对吧？都是这个形状。那 heart 它没有继续再解释了，它只是说，这不是我心的形状，我心之形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 heart 的吗？就是不是 literally 不是这个形状吗？不是这个红桃这个形状吗？不是啊，他用的这个。That 是指前面的这个3个黑桃、草花和方片的集合的这些说法，无论是说战争暴力，还是说驱动战争暴力的这样的一个财富，这些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不是我心的形状。在这个地方很巧妙的把这样的一个4种，其实3种跟你人生好像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呢，最后从一个客观世界拉到他自己的主观世界，他要开始阐述自己的价值观了哈，他对这个世界本源或者他认为人应该怎么活的一个论述。当然这个东西稍微展开一下，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的是说，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武器，什么又是财富哈。战争的本质难道不是因为人和人之间，你表面上看是一个利益的冲突，对不对？但实际上背后呢是一个人的骄傲。当人没有一个更超越性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只能去互相的攀比啊，就是说我比你强，我比你漂亮，我比你聪明，我比你强大。然后因为我的这些优势，我就应该得到更多，以至于说让另一些他们的敌手就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说弱者就一定公平啊，弱者也有弱者的问题，他会装可怜，他会其实德不配位，他甚至不应该拥有的东西他也想拥有，他也贪得无厌。贪得无厌是从两方都来的。那这样最后呢，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群体之间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这样的。甚至意识形态抽象的东西，它都要经过一个增进冲突，以至于最后不得不上升到我直接以消灭对方的肉体为基本的作战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呢，
其实人的骄傲就达到了顶峰啊，这是战争的本质。那其实 weapon 也是这样 ，weapon 本来它可以是一个中性的，对吧？任何的刀也好，锄头也好，甚至说射箭的、打猎用的东西也好，任何工业也好，是吧？你工业本来是一开始说我们是要增加我们的生产力，能够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但是到了那种骄傲开始满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去用来去给我们增强更多的实力，或者是权势，或者说保护我们已经拥有的权势，它是这样的一个骄傲之上的骄傲，权力之上的权力。最后呢，就是说得用我们所积累的，其实是好不容易才攒下来的财富。财富代表什么呢？它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它有可能是好不容易才得来，它是一种储存你本来最后劳动所得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你甚至就说所有的工业能力也好，是吧？甚至说你的粮食也好，最后其实你攒了这么多干啥呢？咱们就打仗去吧，咱们把这些东西想办法消耗掉，在战争当中，然后也看看对方能不能消耗掉，最好是把他们先消耗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全部拿走了，赢者通吃了。那作者很显然就是说，他带着一个比较超然态度哈，他一方面在赌牌的局上呢，他其实也不为尊敬，也不为这个利益啊，这当然是他自己所想象的东西。那这个尊敬和他这个 money he wins， 他能够赢得的钱，其实就是说一开始是利益，后面成了一个 ego 的问题啊。你知道很多赌徒其实他真正上瘾的缘故不是因为要能够赢钱呢，那个毒瘾其实往往不是因为钱，而是背后的这样的一种虚幻的这种成功的感觉，那种其实命运附体在他身上，他是那个最被宠爱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个东西是让人多巴胺快速分泌的这个东西。当然我不否认在这个赌注很高的时候，肾上腺也会大量的分泌，你是处在一个高度亢奋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赢的那种感觉可能胜过很多其他肉体的情欲最后被满足的东西啊，可能甚至有可能就是一种某种的毒品，所以很多人是戒不了赌的哈，他能够一直输钱，甚至说他赌到后面，就是说我已经对钱本身没有概念，钱本身就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他在拿着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哈，他完完全全并不看重别人对他的评价，他只是想赢。那这些人当然是一个迷失的。那在这个副歌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变化，就是说我们明明一开始觉得这不是用第三人称讲的，是一个怎么跑到这个副歌的时候就变成第一人称了，就成了我知道怎么回事，我的心是什么情况。那这个 he 和 I， 这个他和我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薛亮的解读当然就说这当然是一个人了，这就是这个 narrator， 这个讲述者歌者，在这个故事里头的这个讲述者，他可以是虚拟，他不一定是斯汀本人，他虽然能够反映一定斯汀的想法，但是他歌嘛，他是要带着我们带入的，对吧？为什么一开始不用第一人称呢？因为一开始用第一人称就感觉是不是太亲密了呢？而且是不是感觉就是说我如果用一个客观的去描述，是不是能够感觉像我也不太好意思向你去坦白我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先跟你描述一个人，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也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的这个人怎么样，其实你讲的是自己，然后最后当你这个整个的故事已经让别人带入之后，别人也理解这个人的处境的时候，你说那个人就是我啊，这是当然是一个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由远及近，从一开始我不希望上来就是我，你这样你就不是很容易让人能听得进去，我凭什么非得听你说呢？他把这样的一个用第三人称，其实某种程度上推远距离之后呢，你觉得其实更把它神话化了哈 ，mystified。他这个人感觉说，哇，这个赌徒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不明觉厉哈，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你描述到一定程度之后呢，那你就会有问题了。凭什么你这个作为叙述者，你知道他这么多秘密呢，对吧？他就要开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
更多的一个暴露。那这整个这个副歌就是初步的暴露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其实心中你可以简单的非常表面化的说啊，他就是一个内心温柔的人，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他在前面2段所铺陈的这个人对抽象意义、对形而上的这种想法的追求啊，他是在寻找答案的，他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严肃的思考的。OK，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啊，我就是一个 sentimentalist 啊，我就是一个情感主义者，我诉诸于这个我自己的感受，还不是。你看他用的这些工具，无论说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这样的词哈，这个一个概率、一个或然率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数学原理，对吧？然后他讲到这个叫什么hidden law of probable outcome again chance 和这个 probable 它其实就是有联系的了，对吧？它其实一方面是probability 才是真正的概率， chance 可能就是还是说或然率翻译比较好。然后 the number 我还落了第二段的这个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你看看这句话写的多么有诗意哈。这些数字呢，这些数字可以是什么？是牌面的那个价值，对不对？是 ace 呢，还是2、3、4、5、6、7、8、9、10勾圈 K 哈？我们叫等一下勾圈 K 全部都会在这个歌词里头出现啊。但这些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数字，其实就是一共52张牌再加2张 Joker， 对吧？一个4组1到13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因为这个4种不同的花色变成这样的一个组合，那它这些数字反而就带来了一场舞蹈啊！他们什么叫 leads a dance？ 就是它这个东西是领舞的。什么东西能够领舞？是音乐呀！你想想，就是说词听本身它的这个从7和弦、3和弦的这些什么对位了，这些乐理东西，音乐本质也就是数字啊！这个东西是完完全全可以被数字化的。但是呢，就这个东西背后它是有一个神圣性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去带领人们的情绪了。你要说 AI 音乐，现在对不起，我真觉得它没有这样的一个 lead a dance 的能力。那个东西你一听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不舒服，没有感情。你可以说配一个你自己破机器生成的一个小文本去做你觉得可以赚钱的小破视频，然后你配上这样的 AI 的音乐，你还觉得你看我也服务大家。 No， 你没有 do anybody 一个 favor 这个东西完完全全你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混蛋的东西。这个东西这种垃圾只不过是污染了大家更多的环境，减少了更多的算法的有效性，甚至浪费了更多能源。因为你用机器用这个token 生成了这样的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你浪费大家的东西。我劝大家从年轻开始不要投机取巧，不要走这条路，这是一条人不应该走的路。即使你能够赚钱，你也不要赚这个钱，有一个更好的路可以给你走哈。你应该活得像人，你不要创造一些其实不是你创造的东西，你不要浪费这个时间。你觉得可以，我1个小时就可以做10个视频，我跟你说，你totally就是浪费你的人生。不要做那样的事 ，OK。所以在那一段的时候，斯汀写的就是说呀，这样的一个它背后其实是有奥秘、有设计、有一个意志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存在哈。因为他写到 the sacred geometry， 它为什么要用 sacred 的东西就是有宗教性的，它必须是超然的它不是人创造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数学这个东西只能自己去发现，我们去根据我们抽象出来这些 idea 继续去推演，但是这个后面的那个律，那个隐藏的律不是你设计的gravity 从来也不是你设计的斐波那契数列你只能说你发现，你没有说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发明的 OK。 所以那样的一个神圣的密码就能够带着这个世界起舞，带着我们的生命起舞。它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像牌面上那个价值一样冷冰冰的一个数字，而是它后面有一种神圣的东西它即使是作为一个发牌一个玩牌的人来说，他也看过世间的在牌局上的人的各种的表现，我相信那个是他更加阅读出来的这也是后面的段落他开始要慢慢逐渐展开的。OK，
用第一人称讲完之后，自己的一些内心最深深的一个奥秘，就是说我的心的形状其实不是这样，和牌局上这些人的表现，和这个世界上表面的这些现象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真的希望寻找一个更好、更真、更美的东西哈。然后他就开始又转成了第三人称，又好像 withdraw 了哈 ，withdraw 他要继续去描述这样的一个他自己作为 gambler 的一个人生。描述自己啊，他这个地方大家就清楚了哈。他说他可以打出来这个方片 J、方片勾哈，或者是方片 Jack， 你们到底是怎么说呢？就是11哈。那这个方片的勾，首先这两个组合。勾圈 K 的话，勾是一个我们看到牌面上传统扑克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啊，他更像是一个王子的身份。王子的身份，大家知道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哈，甚至在中国是极为推崇的一个叫《君王论》啊，马基雅维利的这样的一个论述。那个书本身是他基本上是摒弃了所谓的仁慈啊这些其他的这些道德伦理的政治的东西，而是说你就应该为了你能够获得优势和权势啊，特别是在外交的这种事情上，得用一切可以用的东西，欺骗也好，或者最后为的就是一个获得优势，这个完全是一个把国与国、人与人的关系当成是一个权力的游戏的一种思想。那当然就是说，这在歌词里头，他可以这么玩，他可以打这个牌，用这个好像年轻本身 Jack 本身又代表了一种更倾向于沉溺于肉体，对吧？他更倾向于追求表面化和物质的这些东西，这是很正常的。OK， 年轻人就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也没什么可以说的。但是他可以这么干，就是说我用冲动，我用权势，我用一个直接追求那样的一个表面欢愉的方式去活着。他这一句话，第二句 ，He may lay the Queen of Spades， 他也可以把那个牌哈，一张牌，然后就摊下来。这个牌局的玩法不重要哈，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世界上扑克的玩法无数。但是他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从原来手里头有什么牌呢？有一个 The Queen of Spades 啊，就是一个黑桃皇后。黑桃皇后本身有她自己的一个传统的意义哈，其实是并不是那么吉祥的一个，甚至带着一定的厄运的东西。所以他把这个牌放下，让大家看到的时候，你可以说一方面他把显得自己的命运很糟糕，手中拿的并不是什么好牌，或者说他摒弃了这样的一个坏运气，我不要了，我把这台放弃了。虽然他也是个 queen， 也很美，也很有权势，但是我放弃。当然这个东西他不是为了放弃而放弃，他是为了赢得这个游戏啊。他这个地方所有的都是说他的术，他作为一个玩牌者，一个 card game 的 player 的一些手段。当然了，这个黑桃皇后本身也可以让人想象到人类历史一些，就是说真正有心机哈、有野心也有手腕的一些女王，比如说叫什么埃及艳后对吧 ？Cleopatra。就是应该是叫什么七世哈，埃及的克利欧帕特拉，然后像当时德国的这个公主跑到俄罗斯的这个叶卡捷琳娜，应该是2世对吧？那些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政治人物，像这个英国历史上也有，我记得是什么一世我忘记了。然后中国的历史上的武则天啊，甚至说慈禧虽然没有玩得特别好，但也在内战人的内行，对不对？还是非常有手腕的这些女王们，她可以把这个东西也当成她的这个整个游戏的一个小的工具，对吧？无论是 Jack， 无论是 Queen， 无论是 King， 她都可以把他们玩弄于股掌当中啊。就说这是她在这个牌面上的这样的一个老练。第三句话就是 King 了哈，就是老 K 了。他也可以呢藏一手在自己的牌里头哈，他手牌他其实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King 啊，像 J Queen K 一般来讲在大部分的玩法里头都是面值比较高的哈，比较 powerful 的一些 card。
那 king 很显然就更厉害，而且 king 本身除了牌面的这个意思之外，我记得老 K 的那个本身就是像他历史上代表像马其顿王啦、亚历山大大帝啦，还有这几个什么凯撒啦，我忘记他具体是谁了，但他基本就是象征的统御整个世界的一个最高的统治者。他最高统治者还不只是有权势，像 Jack 一样哈，而且他本身还得有智慧，还得有才德，就是说他还得以德服人呐，对吧？他得以德服人呐。他得有这样的让大家尊敬的，然后他所设立的秩序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比较接近于世界上最神圣的一条东西，我们才会做你的子民，我们才会心甘情愿的俯首在你的脚下，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 K 就是一个更加圆满的东西，然后他也可以把这个东西不告诉别人哈，他可以 bluff， 他也可以示弱。在牌局上真正我觉得最好玩的当然像最流行的一个玩法德州扑克的这种艺术在于说大家有一些共享的信息，同时你有自己的信息，然后同时你每一次因为这个新的信息的这些出现呢，你会有不同的心态和判断，然后你在叫牌的整个过程中，这都是一种信息的表露。这里头你可以示弱，你可以去吓唬人哈，去虚张声势，所以它好玩就好玩在这儿，它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像老 K 一般的这种较量哈，可能就是把那个德行的那一边拿掉之后，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哈。我其实旭亮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像赌徒的人哈，我真的是一生还是经常沉溺于各种各样的赌博的游戏里头。当然也因为自己也没有太多财富可以丧失，然后也有外界环境的约束呢，很感恩哈，我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的烂赌的，或者是完完全全不可救药的赌徒。那最后一句话就比较神秘了哈，这个段落里头 ，While the memory of it fades， 就是其实他在一边玩的时候，他这刚才讲的这都是他可能的玩法，对吧？他可能的战术战略，但是呢，一边玩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怎么去玩的那些方法。其实不重要啊，那些牌局他也不会记得，慢慢这些记忆就都淡去了。他真正的目的可能还是没有放弃去寻找答案。当然，另外一解呢，就是说他在这个玩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慢慢就迷失了哈。他忘记了一开始是为了寻求答案了，忘记一开始是冥想了。这是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有哈，歌词就是这样好处，就是说它完完全全是你阅读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OK， 然后就又来了一次副歌哈，这个副歌的时候就结束的时候，他再次的重唱了这个不是我的心，这就比第一次又多了一次了哈，又回到一个坦诚的态度的时候，而且这一次用重复他最后一句话，这不是我心的形状。这不是我心的形状，然后这就进入一个更加深切的诉说了，对不对？然后又剩下呢还有两段哈，一段是说，如果我过去告诉过他我爱过你，这个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绕口呢？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东西看起来不太对劲呢？第三句话说，我不是一个有很多面孔或者我有很多面的一个人啊，我只戴上了一个面具。我这个诗意在主要是说它的里头的这样的一种张力和矛盾啊。我一方面他说我没有很多张脸，我只有一张面具而已。但这个话细思极恐啊。首先我们看到上面的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出现了我，他是阴性的他，然后你，然后第一句话的你是我爱你，第二句话你也许会觉得有些不对劲儿。那这几个人到底是几个人呢？对吧？这到底是谁跟谁在说呢？我们知道 OK， 我肯定就是 narrator， 就是歌者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叙述者，没问题。他而且他这个事情是没有发生的哈，他这是一个 hypothetical 的，是一个假设东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叙述者从来没有对那个女人说出来这一句我爱你，
那你说为什么后面用过去式呢？因为这个叫report speech 啊，这是英语里头语法的一部分，就是说当他去说一个过去的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当时是应该说的是说，如果他说了，他是当时说的是 I love you， 对吧？是我爱你，他不会说 I loved you。如果说你当着别人的面说 I loved you， 那就是说我曾经爱过你，我现在不爱了哈。但是他这个地方其实是引用自己过去的一个没有发生的场合的时候呢，虽然看起来是过去式，其实他说的是说我如果当时跟你说我爱着你啊，这个没有那个所谓的我爱过你哈。但你就会说，那这个 her 和 you 是不是一个人呢？我觉得是的哈，就是说这个是后面是一个引语，说他对这个女人倾诉，就说只是他没有说过这句话。那这个 you 第二句话的这个 you 呢，其实也是这个女人哈，我觉得就是他可以说，哎，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那个女人没有机会表白，那个女人也许她仍然爱着他，在心里头，只是她深藏了这样的一个爱意，他会认为那个女人有可能不相信他的真诚，不相信他是一个真爱，这是可能是他担心的事情，以至于说他没有向那个女人说出来。OK， 这是一个男欢女爱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哈。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后面的一些东西。那我有一个理论哈，我的这个理论是这样的，就是 her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它可以代表非人的一些东西哈，比如说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我们的文化，或者是庸常的其他的人啊，我身边整个约束我没有办法超脱的，这个世界承认的就是权势、名誉、地位，就是勾圈 K。那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第一句话那个 I loved you， 那个 you 就不再是这个女阴性名词那个投射对象，而是这个 you 呢，我爱你，那个你是一种超越世界的一种力量，是那个所有的神圣法则、隐藏的规律、或然率和概率后面的设计者。也就是说，这个话直说的话，就是说，如果我告诉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世界，我其实是爱着你，我们先把这个你当成是就是我说的我们广义的一个上帝啊，那样的一个神圣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我如果跟这个世界说我其实是爱着上帝你的，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不太对？你可能也不一定相信我，因为我的人生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牌局里头，而且我还挺厉害的，对吧？我知道该怎么玩，我也没有去花心思去做更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你会相信我吗？上帝，你会相信我吗？我现在天天活的就和这样的一个其他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啊！我和他们一样一样的堕落，我和他们一样一样的没有什么头绪。虽然我一直在思考，虽然我一直想寻求答案，但是我就是这么个混蛋，我还这个德性。你觉得我如果真的跟他们说我也是爱你的话，你会相信吗？而且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说这个事儿呢？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说你只要我跟你这么说就好了呢？这是一种可能性啊，这是我解读。我为什么要这么解读的缘故，是因为斯汀本人啊，就是歌者写歌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他认为自己是有信仰的人，但他同时觉得说，把一些事情过于确定的，就是说你完全声称这是一个确定的话，这样的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不认为自己信这种世间的这些宗教的上帝也好，或者其他东西也好，他自称是一个 agnostic， 就是说不可知论，就是说我知道这些神圣性我都不否认，我甚至在自己做音乐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这个神圣性，我知道这东西不是简简单单人的创造，我们人只不过是一个刺激创造，只不过在模拟那个神圣的创造的这些行为。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超越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去相信犹太教的耶和华，我也没有办法去相信基督教的耶稣基督啊，我也没有办法去相信其他的，反正就是说这就是我的态度。而且他在这句话里头讲到，就说我并没有很多的面孔的意思是说，我其实一如既往的哈，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善变的人，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表明他是真诚的嘛。第4句就否定了，因为他很 ironic 的说，我其实戴了一个面具，我真面目从来不给别人看的，我是不可能给别人看我的真面目的。然后我只是非常的有纪律的用一种表情对待这样的一个残酷的充满尔虞我诈的世界。所谓的 poker face 啊，我们都知道玩扑克的那个脸啊 ，poker face 就是面无表情。poker face 的目的就是让人对自己无法解读啊，别人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在这个特别在德扑的这种游戏里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带来的是一种叫 strategic uncertainty 哈，在这个 gaming theory 里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不确定性。所以 poker face 是不是还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呢？还是说这是所谓他在抵御世间寒冷，然后不得不做出的一个东西呢？但是从这2句话，我也同时觉得叙述者并不满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渴望他曾经跟这个无论说这个女子也好，还是这个世界也好，他要去表白，就是说我我实际上是爱的是那个终极的美好的东西，或者说我爱的就是你呀，我要去表达我自己的爱，我这个爱东西没有东西可以后悔和觉得羞耻的东西，爱有什么可羞耻的呢？对吧？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这是圣经上的原话。所以爱本来是不应该羞耻，那我又为什么羞耻呢？我还得以至于说带这样的一个面孔，以至于说我其实并没有说出来那句我爱你呢。 OK， 进入到最后一段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又开始说起来别人了。他一方面反省了自己，或者描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他换言之就是说，一转头呢又想到就是说那些其他的人曾经说出来的那个东西哈，他们啥都不知道。 Those who speak know nothing。 他们表面上他们在说，哎呀我很爱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就像他赌桌上的这些其他的玩家一样，他不觉得这些人心里头有真爱，这是他通过他自己的眼睛去看的。 OK，他就觉得说这些人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他们在表白这个爱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是爱，他们有可能和在牌桌一样的一种手法，在试图去欺诈，试图去赢，试图去想办法变成勾圈 K。 但是他作者歌者他觉得我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可能不完全是这么想的，而他们只要说出来，他们就是在说谎，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他说他们这样说出来呢，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代价是何其大。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或者说他们说出来就输了，你知道，在他看起来有可能是在这样一场游戏里头，他觉得说只要别人是敢于这样的去虚假的去表达的话，在人生的这个牌局上他就已经彻底输了，因为他不知道在说什么，他说了个假话，他们也会被自己的假话呢所捆绑。就是说你说了你爱了，但是你也没有爱，最后还是伤害到别人，别人也是不会信任你，所以你也没有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对不对？你既没有能力去爱别人，也不招人待见，所以这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代价。然后第3句 like those who curse their luck in too many places。 首先这当然有很多的 rhyming 哈，就是说叫什么押韵，对吧？因为上一段的时候他讲到是 many faces， 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many places。 第3句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牌桌上很显然很多的人会去说我他妈真背，是吧？这运气真鬼差，简直是。然后看别人运气好，就是他妈的走了狗屎运了哈，他今天怎么这么运气好，手旺，是吧？我今天手就背。
然后有时候甚至说啊，咱换换地方，对不对？或者是找一个人帮我坐在这儿，这些都是人的这种很虚妄的想法。这样的一个做法，他们就是为了赢，为了这样的一个得到别人的尊重，甚至对吧？实际上那个后面的神圣的法则，会因为你这样的一个 cursing 哈，你其实一边其实你在诅咒这个命运，你在诅咒那个后面的神圣性。你觉得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说你自己在这样的牌桌上，你玩这样的游戏，就是已经是让你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了。大家不想啊？久赌叫什么？久赌必输啊！就是长期赌博的人，他一定是输，但是他输的到底是什么呢？不是钱，而是他的整个的生命，他的时间，他的宝贵的，其实可以追求一个更加美善真实的一个人生的选择。他输的是这个。因为我要说赌桌上是不是有人总是赢呢？在我的经验里头，还真的是啊，就是特定的群体里头，有一些真的是 always loser， 他们就真的是大概率基本上都是输，每次甚至说输个精光。然后也有人他真的是能够审时度势，在大的这些赌桌上基本上不失手啊，至少他就是说输也不会输的很多，赢就一定赢得很大。有这样的人啊，他们这是他们的人格里头的勾圈，可以在帮助他们赢。但是仍然在这个牌局上或者人生的游戏里头，我们还是忽略了后面的那样的一个神圣性的安排。Again， 这个我相信歌者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看看，就像那些啊，不断的在他们太多的地方啊，他们随便到一个地方开始就诅咒这个人生，诅咒命运，然后总是觉得自己是不好，不是很有兴趣，没有得到更多的眷顾。但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吗？这个是他们要慢慢去发现的这样的一个代价。然后最后一句 ，and those who fear are lost。就是说，那些活在恐惧当中的人，他们最终就是迷失了。那些人，他们怎么去发现自己的代价呢？就是发现他们最后迷失在这样的一个游戏牌桌上，或者人生的这样一种体验里头。你能活在恐惧当中吗？你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当然，赌徒其实一方面，他每一次当新的一局开始的时候，发给他的牌是不确定的时候，他是又兴奋。他心里头充满兴奋，他希望一接起来说，哇，这是一把天牌，对不对？这是一把没有人能够赢的，已经是一个确定性的赢的一场我自己能够赢的一场牌局，但是同时也是恐惧的呀。他一方面虚妄的去盼望一个其实本来就是说被有时候是随机的安排在他身上的一个事情，一方面又担心这个命运如此的不公，给他把把都是烂牌。那这样，无论他是期盼，也是一个虚幻的期盼，他的恐惧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恐惧。那这样的人不就是只能是迷失吗？在人生里头也一样，我们总是为明天担忧，说，哎呀，你完成一个目标就开始马上为下一个目标担忧了。哎呀，我这个没工作的时候说，赶快。上学的时候是说，哎呀，能不能上个好学校？上了好学校，哎呀，能不能弄个好专业？弄个好专业，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什么是好工作？哎呀，体制内特别稳定，但是好像也不是特别有意思，对吧？然后又挺累，跑到这个私人的领域又不稳定，但是这怎么都不好，对吧？你会觉得说这些叫什么？还是回到歌词。Like those who curse their luck in too many places， 总是在抱怨呢，走到哪儿都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对吧？你看人家谁，对不对？永远都活在恐惧当中，哎呀，永远都在叹息哈，然后就最后说，哎呀，工作挣钱，对不对？挣了钱，哎呀，我能不能买到最好的房子？我买到最好的房子，我才能有最好的配偶，对吧？然后最好的配偶其实。他表面上好看，他也不是特别的喜欢我，或者总是跟我对着干，又担心这个，他们对对方家庭怎么样，然后生了孩子说，哎呀，又开始为孩子担心，呀，他会不会以后在所谓的这个牌局上输的精光了，对不对？我应该是去带他去哪一个学校，然后让他学点什么，让他怎么能够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对象。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恐惧当中无限循环。
那你有没有停下来？就是说，我们是不得不玩，既然这个游戏不得不玩啊，就像这是我的这些卡片，是啊，这些事情可以不玩吧？你可以把它真正的就甩手就当飞盘扔掉了哈。说实话，徐亮还挺会扔牌的，这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学的。可以，你不得不玩的时候，可以像至少像这个歌者一样啊，我开始去 meditate 啊，我想想自己的人生到底应该是做点啥，我应该即使玩的时候，我应该想什么是那个最后的那个意义呢，对吧？他要去 find the answer， 你要想办法去看到牌局之后的事儿啊，这个事情难道不重要吗？是吧？我就觉得，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昨天的时候呢。所以我太太哈，就是在回家路上，她可能就是看到这个叶子，但是她首先想到说，我要把这片叶子拿回来给我女儿啊，我要向她告诉她，就说，哎，看妈妈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这样的一个叶子，然后这个叶子的颜色和图案是很有意思的，她想给我喜欢学画画的、喜欢画画的女儿去展示一个东西，是因为这个破叶子吗？这个宝贵的东西不是哈，是因为它那个 heart， 我太太的 heart 就是这样的一个 shape 吗？就是像扑克牌上的红桃一样吗 ？No， 不是的 ，it doesn't matter。OK， 它的物理的形状不重要，是这样的一个 symbol， 是这样，它在这样的一个叶子新型的叶子后面，它自己真正藏在自己胸膛后面的那颗爱呀。所以实际上一切都是关于爱的呀，这个事情我在我的频道里头期讲、月讲、年讲，那个东西是假的吗？对不对？不是假的哈。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歌词说到最后，就是说我们常听到所谓两个最大的诫命 ：Love thy God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mind,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trength 啊，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啊！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也许斯汀他不敢承认，他作为一个不可知论，他也觉得这样挺舒服 ，which is fine。但是我觉得不要停下来寻找那样的一个 answer， 而且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不可知论的歌者，其实他也在 everybody's looking for something， right？ 那我原来在讲这个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的时候，最后一集不也跟大家讲了？念了一下那个传道书最后的那几句话嘛，对吧？人所做的哈，无论是隐藏的还是隐蔽的，还是说明显的，最后上帝都必审问哈。所以就是说你还是要遵守他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 hidden law， 这样的一个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再见。